大家好，我是 Ryan。久违的出国终于来了，等了快3年了，那就让我来一点不一样的吧。星宇航空，这次搭乘星宇航空呢，购票是在星宇官网，台北10点40起飞，抵达曼谷呢大概是1点40分，单程的票价是9222块。日期呢是2022年的12月31号，购票日期呢是在2022年的10月16号。那个时候、那个当下、那个瞬间，最便宜的就是这个票价。遥想当年这个票价都可以飞曼谷来回，还有找了吧？当天一下桃机捷运看到这么多人，真的是有一点感动，加上大大的兴奋，还有看到航班资讯板上这一整排的航班，真的是更加开心了啊！不过到了报到柜台之后，我就整个开心不起来了，人真的是超级爆炸多。当天的星宇报到呢是在6号，大概开了5个柜左右，排了不少的人，但也不算是有等太久。不过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呢？就让我们倒转再暂停一下，看到没有？这一整排星宇光是从10点20到10点40就有5班要飞，所以这5班呢全部都挤在6号的5个柜台。我当天抵台柜台大概是早上9点，离起飞大概还有1个小时40分钟，算是还行。不过有看到最近网络上的讯息，因为航班变多，出国的行李安检变得超级塞，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要在连假期间出国的话，还是提早3个小时到机场会是比较安全的做法，以免就是错失了你宝贵的飞机呢。然后当天呢，登机口竟然又突然从 A4 改到 A6， 走到 A4， 他才跟我说变 A6， 而且我才 check in 完不到20分钟。所以建议大家呢早一点到，以免你到了那一天有太多不确定的原因，以导致你会有赶不上飞机的可能。那等飞机的时间呢，也不能是白白的等，一边可以欣赏其他家的飞机，也可以跑到另外一边呢，看看等一下要载我的飞机进来，就让人更加的兴奋开心了。这一次搭星宇的机型呢是 A330neo。一路上开心的咻的飞到了曼谷，总飞行时间呢大概是3个小时半，在48个小时可以线上报到的时间一到，我就马上线上报到选了 68H。虽然是靠走道，不过因为这一排座位是靠在窗边，所以还是可以看看外面的天空啊。二来因为是坐在走道边呢，要去上厕所呢，也就不用不好意思的请别人起立了。结果呢，我当天登机的时候，走到我位置时呢，因为有几个好朋友是一起搭这班飞机，所以我就跟他们互换了位置，换到了67G。我就是这个位置。你是一位吗？对。那可以跟你换位。我在窗边。可是。那其实我不换也是可以啦，但是如果他已经问我了，我又不换，那全程搭飞机的那个过程就会非常的尴尬，所以我后来就是考虑了一下之后，我还是换了。那我们就来看看星宇航空的椅距大概是怎么样吧。星宇航空的官网显示呢，它的椅距大概是31到32寸，我的身高大约是183公分，坐起来的感觉是大概这样子。老实讲是有一点憋啦，我的脚呢这样子往外伸呢，才会比较有伸展一下的感觉。膝盖呢坐着几乎就是顶到前面的椅背上，而且餐桌放下来之后呢，也几乎整个就是放在我腿上的感觉了，蛮低的这样，所以就感觉更憋了。那插座的部分呢，因为隔壁大哥的脚卡住我就是直接放弃了。枕头跟耳机的质感其实都还算不错，但是枕头在这个有点憋的座位上，对我来说，其实让我觉得有点烦，拿着也没什么用，也不保暖，然后又卡着用餐，然后躺的时候已经有一个颈枕了，如果再加一个枕头，感觉枕头也蛮不稳的，而且当天乱流蛮多的，就会觉得好像乱流一来，那个枕头可能就会喷掉的感觉，所以其实那个枕头对我来说有点夹嘛。接下来试听用的萤幕呢，就是非常的好，滑起来相当的灵敏，
而且全机免费文字讯息的 WiFi 真的是相当的不错，我在飞机上还可以跟我的家人报平安，这一点真的是棒棒的。而且如果你自己有带自己的无线蓝牙耳机的话，也可以跟萤幕连接，是非常方便的。但是有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缺点，就是我在播放音乐的时候，我想要选它的音量键，但是怎么样都找不到，我一定要回到播一部电影，然后去调整电影的音量，然后再关掉电影去播音乐，音量才有办法真正的被调整到。所以这个到底是他没有设计好，还是我没有找到？希望知道在哪里调音量的人可以留言跟我说一下。接下来餐点的部分呢，因为之前有在网络上看到人家说，如果你想要吃星宇的胡同烧肉饭，一定要事先上网预约，所以我就提早上网预约了胡同烧肉饭。结果当天的餐呢，就是胡同烧肉饭以及南洋海鲜面，你是要哪一个呢？刚刚好是不需要预约的状况啦。比较好的是呢，因为我有线上预约，所以我的餐呢就大概提早别人大概30分钟拿到。空服员呢是直接端着我的餐给我的，而不是用推车送，所以呢可以看到我的餐都来了，附近旁边的人却都还没有收到。面包的部分呢其实还不错，不会很硬，但因为是洋葱面包，所以就没有奶油残念。那梅醋番茄沙拉就是爽口。主餐胡同烧肉饭呢，因为我不是第一次吃星宇的胡同烧肉了，之前2020年的时候，星宇有办过伪出国的时候，我有搭过一次，那时候也有吃过，所以这次吃没有特别惊喜，不过它的好吃是绝对不可以否认的，相当的好吃，尤其是这一块看起来很像布丁的，应该是玉子烧的蛋吧，真的是非常的好吃。微焦的外皮呢，加上嫩嫩的蛋身，哇！如果整盒饭呢都换成这个玉子烧，我也是很 OK 的。那这个蛋呢，就是一口就被我吃掉了。烧肉的部分呢，大概有4块。因为我的餐比较早上来了，所以我就一直慢慢的在吃我的餐，吃得很像我不喜欢吃一样，因为我想要等到我的饮料上来再一起用的那种感觉，比较有一个仪式感吧。但是呢，一直到我吃到剩下只有几粒米的时候，我的饮料才上来，也大概就等了快半个小时，算是一个蛮失望的用餐体验。不过餐后呢，有送来卷尾家的冰淇淋，整个就有小小拉回那个失望的心情了。那星宇的餐点呢，有主打另外2个鸡尾酒，我就没有点了，因为我之前伪出国的时候我有点过，那因为我不喝酒，所以我喝了起来，但那个酒精味也蛮重了，所以我这次就没有点。那吃完饭呢，再换上这个冷泥井买的信卡，我就翘着腿慢慢的飞抵曼谷了。总体来说呢，这一次搭星宇的感觉呢，其实是差的。座位对我来说呢，算是憋的，这是身高的硬伤啦，真的无可奈何。后来我怕是我自己的东西放太多，以至于我的脚太憋，所以我还有把东西移除掉，再重新感受了一次，还是觉得蛮憋的。但是最差的其实是在用餐送餐的部分，因为星宇自己主打的2管鸡尾酒的关系。空服员在送餐的时候呢，如果有人按服务铃要鸡尾酒的话，就会有空服员去做，然后再送到他们的位置上，这样子整体的送餐节奏以及速度就有一种被打乱的感觉，看起来感觉是这样了。所以备餐呢到送餐就感觉被拖延到，以至于整个用餐时间拉得蛮长的，那个餐盘就一直放在我的位置上面，那个脚就更动弹不得了，放到后来就觉得蛮不舒服的，就一直卡脚。然后因为呢我自己预先选了餐，所以从餐到我的桌上一直到餐盘收走了，大概历经了1个半小时。那其他人就大概是少我半个小时左右，大概45分钟到1个小时，就有一种我好像事先选餐自表的感觉。但是餐点呢算是有特色的，设备也是新颖舒服，真的是没有话说。不过在做这支影片的时候呢，我已经搭了别家的班机，制定设备的新颖对我来说好像已经还好了，因为我好像是可以自己拿着自己手机下载好的影片看，感觉起来也是蛮舒服的啦。所以就整体来说，如果星宇的价格跟其他家比不低出一个有感的金额，或是时间上刚好是我需要的，我想我应该会是选其他家，要么是更便宜的联航啊，要么就是其他更舒服的机型。
但是在做这支影片的同时呢，也已经看到了星宇的 A350已经预计开始投入使用，也有非曼谷段。那希望比较大的机型呢，座位或许就会有比较好的体感。虽然它的官方网站上面也是写经济舱31到32寸，跟我这次搭的是一样的。不过还是希望如果换了新机型，会是比较有感的差异啦。好啦，希望大家呢每一次的飞行都是平安的。顺带一提，我2年前买的那个 SIM 卡竟然还能用，真的是好神奇。我是 Ryan， 拜拜。谢谢吧。